好吧？陈佩琪啊 ，ATM 到底去了几次？说去了60次，但是呢，检察官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把陈佩琪列为被告，但是有传他啊，好像传不止一次哈。那说陈佩琪呢4度改了供词，哦，那所以呢认为他存款涉及洗钱，没事一直在那边化整为零，一直存，存了600-700万干什么？哦，法界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办洗钱。有隐匿金流才是洗钱。如果他去 ATM， 他就存钱，他没有隐匿，就是给你看到那边还有摄影机，他没有洗啊，他洗什么东西呢？哦，除非他是隐匿金流，就是藏起来根本不洗，用现金把它藏起来，而且是犯罪所得。哦，他如果不是你不能证明他犯罪所得，他洗什么钱？就偷偷的这个贩毒、诈欺弄来的钱，设法想办法这个弄走，这才叫洗钱啊！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判断是洗钱，是法界人士说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多重巧合不是巧合，哦，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呢，它不是巧合。你们说它巧合，他说那哪有那么巧，对不对？无巧不成书，天天巧。所以呢，吴静怡就举出例子说，其实并不是巧合，哦，都是有关系的哦。那譬如说便当会以后，哦，就存了157万，哦，然后呢，这个进化成执照核准了，哦，第二天呢。这个就成立了这个众望关怀基金会，他意思说都有时间的关联了哈。那另外呢，陈佩琪说我们家的钱都是清清白白的，他是柯文哲的稿费、演讲费都被当成不明的金流哈。我们先看一下相关的新闻。北检查办金华城案，除了要追柯文哲，现在也要查陈佩琪有没有涉及洗钱。因为根据周刊报道，陈佩琪曾经分2次存入将近700万元的现金，他的存款的来源是什么也说不清楚，现在也成了检方的调查重点之一。钱分批存入自己与3名子女的账户，前后超过60多笔，检方才会起疑。陈佩琪解释有柯 P 稿费、选举捐款、小孩压岁钱以及父亲过世的遗产，而遗产税1333万以下免税，赠与税则是1年244万免税。因此这些存入的钱都没超过，没有课税问题，但来源有没有不明才是检方追查重点。他说，就是因为有了便当会之后，2-3个月陈佩琪去存钱，所以这些钱就是来自金华城的钱，没有人要听我的。针对金流来源，看似每一笔款项都已经交代过，但检方恐怕没这么容易相信，毕竟攸关起不起诉。陈医师也不断的在各种场合已经说明过，他跟检方清楚的交代金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北检仍然以不予证实的方式来回应这一篇报道，所以这样子的套路到底要玩多久？侦查期间不断有爆料，检方发声明表示会另案追查谁泄密，但这些资料就是从户役证电子闸门查询。每一个法官或检察官，其实他都有一个允许进入通到所有政府资料库的一个资料库的入口，包括税务、财务、不动产的异动，甚至金流。会外流问题可能出在资料库，但只要查询，势必会留下记录，因此应该不难查出谁是泄密者。决定权在于检方何时要动起来。那到底陈佩琪怎样啊？那现在呢？说今天又传出来，是扣了一个神秘保险箱，说保险箱又有上百万现金。那陈佩琪今天接受 TBS 的专访啊，那我们看他怎么讲。那我觉得最近看新闻，当然是我觉得最压抑的说，把我的一些存提款的动作，把它跟洗钱画成等号。那我个人的认知，洗钱就是说这些钱如果是不明来源或者是犯罪诈骗所得，那个才需要去洗钱。但是我今天来这边跟各位媒体报告的是，我今天就是要证明我们家的钱都是正正当当、清清白白的钱。不是，如果是照理来讲是洗钱的话，应该是比如说来买古董啊，或者有人到国外的赌场啊，是那种方式，他不会进到 ATM 进到银行里面，因为进到银行里留记录嘛，你留记录怎么洗钱，这是一个逻辑上比较奇怪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样呢，陈佩琪怎么处理他的钱，那是一个问题。但关键是，如果这件事情要跟案情有连结的话，你必须要证明这些钱从哪里来嘛。
我刚才讲的金流是从比如说金华城到了柯文哲的手上，那叫一枪毙命的金流嘛。可是这时到目前为止，你放了这么多的话，一下子是 ATM， 一下子是保险箱，一下子是 Excel 档案笔记，那到底一枪毙命的证据在哪里？现在还没有很明朗，也是一个事实。好，那回到这个案情里面来讲，如果纯粹从法律的层面来讲，现在检辩双方大概策略都很清楚嘛。检方拼命的去传都审会的委员、以前的副市长传的都是反对派嘛，他要去证明说这个决策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不合理的，好，所以这样子是有这个因人设事，所以他图利才能够成罪。那辩方包含有些说法，包含说，这容积移转的这个数量啊，有这个多的是20%，金华城有具体回馈给台北市政府，所以它还符合所谓的公益性跟必要性嘛。这是常常在讨论都市计划、讨论容积的时候，大家去讨论最后到底合不合理决策的一个关键嘛。大概就是这两路在做竞争。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问题现在已经不是司法最后怎么决定了嘛，因为整个过程中司法大量的消息外流嘛。然后侧翼名嘴大量的去做放话跟绘声绘影，然后整个在过程中做政治打击跟政治谋杀才是事情的关键嘛。今天即便因为打了官司，他起诉之后打了官司，还好几年过后了，可是问题是谁会等到几年过后呢？他在这个过程中每天一报，今天保险箱一个故事，明天档案又一个故事，今天 ATM 存款又一个故事。那就在整个过程中，然后现在所有不只是柯文哲，不只是金华城嘛，就是民众党的基金会，民众党相关柯文哲的家人，所有有关的金流，他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放出来？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好奇金流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有机会做连结嘛，所有的题目都可以含沙射影进行政治谋杀嘛，所以这个是政治层面上面为什么会对未来大家不管是朝野的和谐也好，或者是社会的对立也好，都有很大的冲击的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嘛。所以检调又开链条在线，今天又传了那个端木证啊，又传端木证去来了哈。那陈佩琪说，保险箱里面的是他爸爸妈妈跟婆婆给他的嫁妆，还有50万的备用金。他说有2个保险箱，每个放50万哦，因为我有不实之需，总需要现金啊，不可能都没有现金了哈。那简素培说，怀疑柯文哲光查台湾这些钱没用，海角恩义。因为陈水扁不是有海角记忆嘛，就要查海角恩义。我们看一下，我有2个保险箱，那我都觉得说，出事的话，我都会跟小孩子讲说，你们有50万可以当紧急的生活费用，还有再加上那次我做保险箱那个，我昨天去开的时候，他特别交代我说，你们不可以跟媒体讲，对，但是今天来的时候，是在里面媒体突然问我这个，后来我的律师就跟你讲说。这句话应该是我们跟你讲的才对吧？怎么会你跟我们讲说不要跟媒体讲？那我不晓得今天你们媒体应该从哪里，就是带着我去开保险箱，然后特别交代我说不可以跟人家讲。他都会告诉你这样。来，蓝轩。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司法侦办是一件事情了，但是呢，基本上媒体公审已经成为另外一个呢，就铁铮铮的摆在眼前的事实了。就是说，你都不晓得现在每天媒体报的东西，第一个为什么是只有给哪些部分特定的媒体，在这个内容到底是真是假？你不晓得是真是假，但是基本上媒体都会跟着这个起舞，所以呢，变成说逼的，比如陈佩琪他就出来解释说，他到底呢，他的 ATM 存了多少钱？那逼的呢，民众党几乎每天都要这个开记者会回应说哪里有保险箱了啦，哪里这个什么基金会又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蛮严重的，而且蛮可恶的就是说其实当初这个在2008年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任民进党的立法院的党团的干事长叫做赖清德。他那时候就曾经讲到过，他认为呢，我后来去查那个资料，他的说法就是说呢，他声援阿扁，他就说呢，羁押是这件事情伤害人权，是司法的最后手段，检方如果有证据就可以直接起诉。他说大家不会有意见，但是的话呢，如果你不顾程序正义的话，就叫做押人取供，这个叫政治审判。那你不觉得当初赖清德的话呢，现在几乎就在柯文哲身上吗？他押人取供，而且呢，他政治审判。所以某个程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如果赖清德现在当总统的话，你要不要回过头去想想看，你当初讲的话是什么话？所以我觉得眼前的话就这样。刚才其实暐琛讲了，他说呢，那民众党要拿出柯文哲要拿出一个足够的证据证明你的清白啊。为什么要这样子由被嫌疑人要自证清白啊？你要检察官拿出证据来证明你不清白啊？不就这个样子吗？所谓的法律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在没有真正的完成司法程序的定验之前，大家都是无罪推定嘛。所以你今天在讲说，好，图利罪几个最关键的东西，第一个，你是个案还是通案？对吧？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容积率自创容积率20%，你是个案还是通案？只有金华城有，
那就是个案图利；如果是大家都这样子，那就是通案嘛。那再一个就是说，他是为了公益还是为了私利？对不对？好，今天说大巨蛋，哇，这个要打棒球了，要这个什么？那所以某个程度有若干的公益在里面，说要赶时间，所以快就好。那快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变成有一些东西在里面。但这个金华城完完全全是私利啊，那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好处啊？比方说这是图利的问题，那贪污更简单了。我觉得我们都是跑过国务机要费的人啊，包括呢这个跑过宋楚瑜的新票案。金流，什么叫金流？为什么当初陈水扁的钱要那么的费心思的？吴淑珍要告诉辜仲亮说：“啊，你个公哎，用行李箱不就好了？为什么？你用转来转去的就会留下痕迹啊！有谁笨到说我转账给你，你转账给我，这个叫做贪污的金流？有这样子的吗？所以这个事情一开始啊，这开始呢剪掉放话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很纳闷，说你们说柯文哲的智商150几？我想陈佩琪的智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有人笨到说用转账的方式去处理他的汇款的吗？不可能嘛！好，那不要讲陈水扁那么远的说，那种行李箱去拖，然后放了什么1亿，1亿里面要用2000块钱的纸钞才能够这个体积小一点。你拿最近的好了，郑文灿的羁押后来是抗告几次才羁押成功，他说什么羁押就成，因为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方它里面写，他已经拍到了这个行贿者到郑文灿的官邸，然后的话呢，拍他进去有箱子，出来没箱子，然后的话呢，这个问题就是很铁铮铮的哦，所以你说要问他们在你要比对时间怎么样的吻合，你真的时间要吻合，你不能说啊，他这个什么存款的时间跟他基金会成立的时间很吻合，这个就叫贪污。你像郑文灿的例子是说，他在。桃园市政府开会，同意了若干的变更专案通过，然后隔2天钱就到他家了，然后呢就拍下来说哦，有人进去了，有人出来了，箱子不见了，那之后去搜哦，有600多万，是这样子的叫做。所以你看，连郑文灿也是一样，他是拿现金啊。有人说啊，那你这样的汇款给我好了。有人用汇款的金流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件事情。但匪夷所思的地方在于说，媒体会跟着起舞。然后呢，变成说这些人就要被迫出来解释说，哦，我没有这个样子。所以某个程度来说，第一个，我觉得这叫做全民审判；第二个，钓鱼。我就剪掉，应该想我放个消息给你，是真是假不知道。然后的话呢，看你讲话会不会有一些疏漏，然后可以透露出来你的若干的蛛丝马迹，或者是你的银行账户开始动的话，我可能就会找到你。但我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都很可恶。这不是真正的司法办案。这是一个预设立场的政治办案，不是吗？今天柯文哲到底有没有罪，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这事情就这样慢慢检验。但是你这样的先入为主的态度在那边，大家就不会去相信司法了。不，基本上这样了哈，就是说我们都支持司法严办，然后呢该办就办，但是不要去开2个法庭，一个是司法法庭，一个是媒体法庭，这个很不好这个是我觉得不管蓝绿白不管任何人都应该反对，因为都有可能到你自己身上，不是只有办白的蓝的绿的也有啊，对不对？也可能被媒体这样去弄啊，那就大家都要反对这种开2个法庭，司法就是这个司法法庭，在法庭上不要去开一个媒体法庭，一个社会法庭，用社会公审的态度，这样是不好的。休息一下再回来。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那么当然现在跑了一个众望基金会了，众望所归众望基金会，那说2年花掉2677万，但是呢，官网只有1张10万块的发票，说呢2年只有记录4场活动，1张10万块的发票，那为什么要花掉2677万啊？那另外呢说有人事费流向民众党，2年的行政人事支出呢958万。然后呢，2023年编列430万，2024年编列528万，所以认为这是包括民众党人事月薪等等所以到底这个钱到底怎么流的了但是众望基金会有个声明稿说没有，我们每一笔钱都有凭据的不是什么像你们这样随便讲的所以众望基金会被质疑是不是洗钱，民众党说没有关系，我们民众党说我们跟众望基金会是无关的，基金会是基金会。
民众党是民众党，而且呢，这个徐普被说他有民众基金会的钥匙，徐普说呢这是侧翼编故事。他说因为当时大概检调要去看这个基金会啊，那他询问了主席办公室的幕僚，得到了密码才能够进入。他说我平常也不知道哦，这是配合检方的行动把门打开啊，我这样也有罪哦。那四长毛说就是有关系嘛，否则为什么你可以有密码，别人不会有密码？密码要告诉你啊。那另外呢，这个中望基金会董事长又是他，我看他是谁？说是李文忠，所以呢，连林俊宪呢都说啊，这是神鬼文忠吗？怎么一下子这个民众党的这个管财务的也是李文忠，中望基金会党的也是李文忠，一个人到底有多少身份？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另外呢，中望基金会到现在为止呢，财务都没公开。台北市社会局说9月20必须要补件哦，不能到现在都还没有，9月20没几天了哦，要补件哦。那这个简书培就是说满脑都想论功行赏哦，说为什么呢？就是时间上巧合啦，就刚刚讲时间上很巧合了哈。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柯文哲的众望关怀基金会在2022年11月2日成立，就在金华城2022年10月19日动土后半个月，也跟检调查出沈庆金的1500相隔一天，遭质疑基金会近2年收入2700万谁捐的？众望基金会的一个2年总计2700万元的一个相关的收入，跟沈庆金有没有相关联？根据基金会官网，只办过4场活动，总支出却超过2600万，但是只看到一张10万元收据，而且今年度预算书全无会计师、董事长盖章。等了1个多小时，看见陈志涵、周瑜修进出办公室，就是没人可回应，只等到一张声明。陈明嘴所示报表是财务预算表，非最终实际收支，每笔金额皆有凭据，却又被抓包，不符合社会局规定。必须最晚的话是在第2年隔一年的5月31日之前，就必须要把这个相关的财报完整的给揭露出来。疏失方应该是在民众党或者是这个众望基金会，但是党中央没有办法代为去替众望基金会来针对他们的运作方式进行回复哈。柯文哲曾称基金会是政治人物藏钱洗钱的魔戒，现在换他自己被检验。是，那先回到上面的那一段哈，那个刚刚蓝萱姐有提到说，这个郑文灿很多案子里面的内幕，什么包包从哪里拿到哪里啊等等，其实这也是周刊爆料出来的内幕。那既然如果在这个内幕上面大家可以讲得这么开心，那其实柯文哲的事情不也一样吗？所以我觉得标准要一样。那我觉得民进党在这边在质疑柯文哲的问题，应该是说，到底为什么？比如说陈佩琪，这个到底在存钱的部分，你存了这么多次啊，到底这个金流哪里来？那你为什么可以用4300万的钱来买房子，用现金来买房？其实这是大家去质疑的地方，就是你到底金流哪里来？那我相信，如果你是平常去 ATM 存款，你偶尔存个3万、存5万，你说你搞不清楚金源的来源，那我觉得 OK，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小额嘛。可是你一次在同样这么短的时间存了这么多钱，这么大笔的金额，你难道会不知道你的财产来源是哪里吗？那我觉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是因为很多说不清的东西都在一起，然后越来越多，所以造成社会大众的质疑。那我相信，其实小草到现在还是有很大的部分是支持柯文哲的，不然你不会在这个北检外面看到这么多人在那边静坐。那所以我觉得小草也是希望，不管是民众党这边还是柯文哲本人或者陈佩琪，也应该要好好的说清楚，不然你这样一直质疑下去，其实你也知道大家的这个信心是越来越消磨的。那我觉得这个对整个政治也都不好。那其实检调现在关于大家担心说这是不是什么所谓的司法泄密？那其实北检也已经分他自然在调查当中了，所以也不是说不查，那只是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大家要立场一致。那这个不能说这是司法追杀，那每个记者有他自己想办法去找出这个答案的这个方式，那我想这个都要尊重。那当然，我个人也认为司法侦查是不应该公开的。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事情还是要回归这个问题的本质，也就是说，到底哪里来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现金、这么多的这个金流，到底是来自哪里？那这个跟金华城案有没有关系？还是更多的是其他的案件有没有在那个 USB 里面？难道这里面只有一个1500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后续社会大众想要知道的结果。
好吧。首先我只讲一句话，就是说呢，郑文灿那个部分的话，包括检方的抗告，包括院方的裁定书，我刚刚讲的内容都是那个里面的。但是这一次的检方抗告以及院方的裁定书都没有讲到金流，都说查不到金流。我想这是最大的差别点。在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周刊把它爆出来的。那后来 final 终究是让司法是有说出这一部分，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看起来我们没有看到柯文哲真正金流的部分。我刚刚说的是这一部分。大家谈得很开心嘛，我要讲说大家谈得很开心，但是大家是同一个标准啦。伟善，那第一个我要强调，那个众望基金会跟民众党一点关系都没有哦。这个现在只要有众志的，通通跟柯文哲有关，这对柯文哲是不公平。那另外，至于那个 ATM 这里到底它是5年、10年的存款，那不晓得，那到底是真的假的也不晓得，所以我必须一定要呼吁大家不要看到欧亚的亏钱，这样不好啦。然后那个第二个这个收押柯文哲的那个法官是这样讲的，我看起来是还没有证据了，没有金流，但他说贪污这个事哦，金流是浮动的，应该可以查下去，就是意思说现在也许没有，但是也许最后查出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检事会说时间巧合，2022年10月10号木可公司成立，2022年10月18 4天以后，台北市就核发了金华城的建造，18发的建造，19就动土了，而且柯文哲还去出席动土典礼哦。那这个时间很接近嘛啊。那昨天这个游淑慧有说，市长行程哪有什么叫你来就来，早就很久以前还有贵宾都早就安排好了，所以你怎么知道18号会发建造？你怎么19号去参加动土典礼？然后呢，10月1号，柯文哲的账户记在就是 USB 在1500，然后呢，再经过1天，众望基金会成立，所以他认为时间比较巧了。林涛怎么看？其实我觉得刚才伟三提到的现在北检的调查内容，我觉得跟外界民众的感受有很大的落差。因为现在就是你北检一直口中说的侦查不公开，然后这些绿媒每一天一家多了一家独家一直出来，然后梗下标，我觉得这是民众真的感受。如果一个柯文哲可以被修理，那台湾的司法人权放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司法检调最感受最深的。而且我必须要讲，我们刚才这个广告在跟向荣哥在讨论，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个飞官中间花了这么多时间，他如果是冬天呢，其实对于他的生命就很大的威胁嘛。那他是我们桃园的子弟耶，30几岁，然后在杨梅是我们桃园的乡亲，然后就不幸中的大幸被救回来。如果今天台湾的执政党他花了非常大的力量在清算你在野党，在用媒体在公审你在野党，那难道是民众希望看到的在野的力量，看到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方式吗？所以我必须要讲因为我也是算是郑文灿专家之一啦。这个郑文灿这个500万，确实在桃检抗告到高院的时候，裁定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有廖姓父子的500万拿到那个桌子底下嘛，装着黑色袋子啊，这是起诉书里的裁定书的内容嘛。那第二个，不只有500万的这个金流，就廖姓父子因为华亚科这个案给他500万的现金被彰到，还有监听译文呢，他有这2个关键的证据，他才把它压下来那现在柯文哲主席，你告诉我他有什么金流？你瞎掰了这么多10几天的故事，你要不要告诉你金流在哪里？1500，你告诉我嘛？你陈佩琪60几次，好随便500万、600万、700万，请问你可以告诉我这笔钱是沈庆金给的吗？你讲不出来啊。然后你现在讲说这个违背这个职务里面有一个财产来源不明啊，人家陈佩琪有他的说法嘛，可是你就抓不到钱是从这个沈庆金的集团来的嘛，这是全部的民众都看到了，所以我一直讲到金流，但我必须要持平的讲，因为陈智汉对于刚才张大哥提到的众望基金会跟木可，我认为民众没办法接受，你告诉我都没有关系。吴怡轩是怎么讲？吴怡轩是说，有一些台湾民众党的人员是有去参加众望基金会，那他是这个以党务的身份，他各自去参加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我勉强接受。可是今天陈智汉告诉大家，2者是毫无关系。我就告诉你，众望基金会的董事长叫做李文忠，柯文哲竞选总部的财务长叫做李文忠，木可的实际的掌控者叫做李文忠。你告诉我，众望基金会跟台湾民众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今天就像是徐府在讲说，他到现场是问柯的幕僚那个密码才知道那个地点，我都可以接受，因为这个合理。可是你那一个台湾众望基金会又设在你科办旁边 A2，有这么巧的吗？就没有关系，然后就在隔壁。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主席的案子，我都一码归一码，我从来没有依照证据或是依照事实在评论，所以我也必须讲，林清龙跟林周明，我认为也跟金华城无关啦，因为金华城最大的关系就是彭正生嘛，那你压了彭正生，可是金流又查不到，你怎么给台湾社会交代？压了一个这么大的在党主席，到现在哦，你一点方向都不给台湾民众党，都不给台湾民众知道，合理吗？北检，你就算侦查不公开，你都有必要针对社会瞩目案件给出一个交代。因为郑文灿案子在抗告的过程中有给出交代，你北检什么时候才要给台湾民众交代？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特定媒体原来是最早是一家了，但是大概被人家骂久了，现在有3家。哦，今天又跑出1家，因为今天早上记者问我就，另外一个什么传媒，反正就是看起来比较多一点，免得说只是1家啊。那特定媒体呢掌握独家消息，陈佩琪说这是抄家灭族，风吹草动，被关罪名啊。那他说我也无从反击啊，这个你要反击谁呢啊？那另外呢，现在是说绿检媒啊，就是民进党党检媒了啊，一体来办金华城案。朱立伦说，谁会相信台湾的司法公平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以前就声援陈水扁嘛，说不应该押人举供，所以呢，民主党的秘书长说，现在时空背景不同吗？哦，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吗？当时可以声援，现在不能声援吗 ？NCC 现在收到13件申诉了啊。那13件里面呢，这个柯文哲的这个小省的1500相关就有11件，三立里面就占了10件，静电是有1件。那 NCC 说会按照程序查证哦，那到时候有问题可以罚20到200万。那么另外呢，这个张启凯说 NCC 预算应该都删。说为什么于北辰爆料翻车 ，NCC 也不作为啊，也不去去管他们，也不去，好像都没事似的啊。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现在要启动12场全国的宣讲，要声援柯文哲，由下而上，要遍地开花啊。从星期天晚上开始呢，又有集结活动啊，包括上个星期天吧啊，然后可能接着今天决议，接下来各地呢会继续展开，形式上由下而上啊。另外呢，这个陈志涵因为去讲那个新竹儿童医院啊，所以呢，这个全台湾的这个容积奖励是不是要一体来这个检讨啊？那另外呢，新竹马偕儿童医院院长叫翁顺龙，他说儿童图利的是市府与市民，不是跟金华城一样是给财团。大家也认为说，民进党是不是围魏救赵啊？就说围这个新竹儿童医院去救柯文哲，为救金华城。那另外呢，不过也有说，的确他虽然出手仓促，但是也点出问题。点出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纵使新竹儿童医院容积与法并无不合，但审议过程如果涉及不法，还是应该依法调查。而且这个案子在新竹市议员检举后一直摆着不动，程序不严。这不是跟超市一样吗？超市有人去告，放了1年都不去处理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呢，就是要检视司法有没有双标了。所以你不管是图利谁，图利公家、图利个人、图利，但你那个整个检视的程序都要有，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看法啊。我们看一下。柯文哲涉犯图利罪，各媒体都有报道，只是关于柯文哲1500跟700万的金流 ，NCC 说一共收到13件申诉。关于1500的部分，有10件是三立，那有1件是静电视。
摊开民众检举内容，都是质疑报道是否违反事实查证。NCC 说，若真违反，可依卫光法开罚20万到200万元。只是 NCC 的表态会不会跟民众党的呛杀有关系？你现在是完全就不作为，你的预算就前3了。我想我们公务员是依法办理了。毕竟立院新会期，国民党人定调继续跟民众党合作，尤其柯文哲爆出争议至今，朱立伦挺柯的心没变过，都是希望司法在民主国家是能够公平正义的代表，而绝对不可能也不可以变成统治者的一个工具。江龙。陈水扁的案子从政治开始，最后是用政治结束的，只是因为他当过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他的案件到现在都不了之。所以对于司法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认为就是说呢，政治是不重要，这错误的。它是一个党主席，它是一个指标性的案件，我只在乎就是说比例原则到底是怎么抓的。当然在看待就金华城这个案子，它先天上面它有2个弱点。这2个弱点会使得大家看这件事情容易被混淆。一个就是因为它是微金集团，沈静晶形象不好嘛，这很现实。就是牵扯到沈静晶的事情，基本上面不会有人想要去多花时间去为他辩解，不会有人想要去在沈静晶的相关的问题上去说理，倒不是财大气粗，而这个人作风的问题。可是法律不应该是这样处理。第二个就是说，今天就算去检讨，今天柯文哲市政府、柯市府有没有对于金华城有图利，他的对比的对象也应该要稍微的有针对性，就是你去拿马街医院啊等等这些来做对比，去讨论一些程序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对，因为从一个一般的民众去理解这件事情，乃至于呢要对于这件事情产生一个比较正向的理解同情，你就应该去找出一些同样的是针对私人受益，譬如说国宾饭店，高雄的国宾。高雄的国宾当然可以好好讨论啊，他所露出来破绽还不够多吗？他所露出来破绽光是2年，不要告诉我他已经30几年，所以他就为老。我说了，台北市40年以上的房子有40%几啊，那这么多的比那个呢，比国宾的更老的多的是，何况。国宾饭店我都住过呢，你要说它是危老，我告诉你，在它拆以前，你走过它旁边的，绝对它是一栋，你一定认为它是一栋新大楼，没有任何危老，它也没有什么地震方面的问题。那容积放到这个样子，不要因为呢它是高雄市的媒体对这种事情呢，基本上面呢也不太深究，所以不了。但是如果说要对比于金华城的案子，就是要找像国宾这种的 case 出来讨论，大家比较容易对焦，不要呢用散弹枪的方式呢乱枪打鸟。那柯文哲这个案子，因为从头到尾，连最后羁押的时候，你从法官的裁定的羁押的谕令羁押的那个理由里面，他都告诉你他没有金流。他的3点理由他都没有金流，他的羁押的理由只有第一点是成立的，就是我就是认定你知法犯法，那个理由是羁押的。后面呢都是在告诉你说我担心呢他会有灭证、串供、逃亡，那个呢都是法官的心证，所以。在所有的，即使到了法官已经裁定羁押了，那跟郑文灿是完全不一样的。裁定羁押的时候都没有金流，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讨论的空间？为什么会让今天呢台湾民众党，即使呢每天呢都有新闻呢冲着柯文哲，冲着台湾民众党，可是台湾民众党当他要去把这件事情用一种的比较的政治性的方式呢，形成一个抗衡的基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社会对台湾民众党对柯文哲是有同情力量的。这个同情力量不是在法律面上面了解多少，而是觉得这个政治面似乎失去了比例原则，就是没有金流的情况下面，你办的好像已经抓到他收钱，
这个呢大家在理解上面呢就有困难了。所以从上个礼拜你看到小草，因为对民众党来讲，我也能理解，虽然我不鼓励呢这种方式，可是呢，当今天大家对司法不信任，同时当柯文哲案子在办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大法官的名单，鬼会相信你司法？你看到那个大法官的名单，根本就是在玩弄、玷污呢任何对司法有一些起码敬意的人。因此，今天不要去讨论，就是说呢，我们要尊重司法，我们要尊重呢，就是说呢，这个检察官的这种办案，不要来这一套。只要是呢众所瞩目的案件，它是一定要接受检视，在任何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体系里面都一样。这个案子里面，它当然有公关的成分，它当然有媒体操作的成分。某种程度上面，你说呢？有一些记者很努力，所以呢，他总是能够打听到一些消息。我在新闻工作，我们新闻工作久了之后，我们知道了记者努不努力，当然是有差别的。可是，你如果骗我们说我们看不出来那个是放话，那你也真的太低估我们，那就是放话放出来的。所以跟什么养了7年的线无关，对不对？我要放给你就有，我不放给你，你养17年也没用。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因为台北市议员呢，现在除了3大案以外呢，也在查这个鱼果市场，就是鱼市场、果菜市场啊改建因为就是他这个减项发包，结果呢中公提告所以你们我们有什么问题？没问题那这个提告呢，这个钟小平、杨之斗、林杏儿，他们在今年5月呈到台北地检署告发当时的柯文哲跟彭振生，那在鱼果市场改建工程图利所以他们5月曾经告。那现在呢，这个中公回过头来告他们钟小平说：“你看这个嚣张的企业，恶人先告状不过他们已经先告人家了。那另外杨之斗也酸中公，说呢，想想怎么样，沈静静出来过中秋，告我们干嘛那简书培说尊重，用诉讼让议员闭嘴，非常荒谬。那当时呢，这个减项发包这个案子就是原来8楼了后来说预算不够这个发包没有人要来包，所以呢就减成5楼就可以了。同样的这个钱呢，5楼就可以了那这个案子呢，还是彭振生主持减项发包的会议柯文哲8天就批准了同意第一果菜市场含堤内中继及万大鱼市场改建统包工程那所以呢同意了以后呢就发包。那当然现在比较有争议，就是说就一家去标，谁？小沈、中华工程还是他？那其他人都没来标。结果呢包了以后125亿只能盖到5楼，结果呢也没有停车场，也没有中央空调，也没有机电中心的楼层都没有，所以他们认为125亿盖了一个空壳大楼然后呢盖了以后5月议会提出49.93亿的追加预算，也不能不给那你不给你怎么停车场、什么冷链系统机电中心、中央空调都没有又再给他再恢复成往上盖8楼所以呢这个到底怎么样所以呢钟小平又说要包容监督柯文哲，国民党说基于事实合理监督，因为议会就要监督市政府嘛。到底这个案子怎样？我们看一下。早上不到9点，蓝营议员杨之斗、钟小平一现身北检出庭，因为他们都被微金集团旗下的中华工程提告妨碍名誉。原来他们为了柯文哲5大案之一鱼果市场改建案来开庭，蓝绿质疑中公当初125亿元得标工程，柯市府透过减项发包先盖到5楼，但最重要的6到8楼却要追加50亿元盖回去，指控当中有图利嫌疑。而会用减项发包来自2019年这场关键会议，由副市长彭振生主持，会中拍板6楼以上楼层纳入后续扩充，8天后市长室就签章通过，隔年中公就得标工程，就要去调彭振生跟柯文的对质。当然工程是那个不懂嘛，
是彭振声，可是彭振声我认为也是奉命行事啦。钟小平、游淑慧猛攻柯文哲任内弊案，只是蓝营到底是要挺柯还是反柯，态度似乎分歧。钟小平透露，国民党团总召傅崐萁为立院蓝白合作前来沟通。那他母亲的告别式有没有？之前也有找朋友跟我讲啊，大概，然后我们也知道他的很难做啦，那总知道他必须合作。他没讲哪个案子，他说不要去打阿北打那么凶了。据了解，党中央炮口瞄准司法公正性，不干涉议员监督市府职权。只是傅崐萁私下有抱怨，怕影响立院蓝白合。他日前向党团定调，不干涉委员发言，但也要顾及在野合作。我想我们就不用特别去点名谁了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考量，有一些考量的是立法院的合作，那有一些也是支持我。看来就算长辈说稍微节制，议员们也没打算放过柯文哲。来，林涛。基本上对于这种减项工程，我们称为毛坯屋工程，我们是非常有经验。为什么郑文灿专门在桃园盖毛坯屋工程？譬如像桃园美术馆37亿盖完，没有景观，没有机电，没有冷气，请问怎么开幕？所以我们今年开始还要去跟这个中央讲说，我们还有27亿，你们也分1/3，我们来负担2/3好不好？所以这种毛坯屋工程是非常非常好大喜功的。你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你为什么要把这一个规模用得这么大，然后你只能做一半的工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雨果市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你盖到6成的钱，可是你想要盖到7成8成，那你没钱。那我必须持平的讲，因为我去看到沈庆金这个微晶集团中华工程去标这个案，他是第1次流标，第2次流标，第3次因为没有人标，所以减项完之后再流标，第4次中工来标。我认为第3次、第4次那是在公平的市场标，因为说真的，你减项完，其他的公司也可以来标嘛。所以我认为是柯文哲好大喜功的做法导致雨果市场，可是偏偏是沈庆金，所以这个案子连在一起。就大家认为说沈庆金比较敢，因为他知道将来会追加，其他人不敢。对，来小牛。减项发包的理由是什么？我想是比较重要的哈，就是说桃园的案例能够减项，会有很多减项发标，我们不太意外了，因为到郑文灿执政末期，基本上财政的状况是比较糟糕，包含到现在张善政市长接手之后，财政状况都非常吃紧。那郑文灿开始财政这个钱很多的时候就乱花一通。对，他规划大手大脚，那到后面很多是规划到一半，然后后面大家收烂摊子，现在状况是这样嘛。所以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市政府都拜托我们美术馆，我说美术馆不已经动工了吗？哦，没有，因为后面要追加这样。那所以总有一个理由，好，到底为什么他做减项发包？因为减项发包之所以很危险的地方是，你这东西减项完之后，你一旦包出去了，就非得要做完不可啊。因为你开了头，如果你不处理，就变烂尾楼。头洗一半了，头洗一半嘛。所以你到最后那个追加的时候，其实议会也很难挡。因为你挡了，你等于就是放任一个烂尾楼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这中间变成上下其手的这个空间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关键在于，就这件事情，如果它只是单纯，比如说工程原物料上涨，造成标不出去以及等等，那可能就没事。即便它是微晶集团，但是问题就是说，减项里面可以上下其手的地方在于说，有没有人事先得知，从某些管道得知消息或者是资讯，说这个有可能会减项，所以他可以用压价得标的方式，最后用情绪勒索的方式把后面的这一笔钱赚回来，这个才是法律上比较容易出问题的状况。减项发包其实很常见的这个事情那减项当然就是因为它本来框列一个预算嘛，可是发现其实你这样原来的设计其实不够的，所以你才减项。那减项之后，你当然你就要应用这样的预算去盖嘛。那今天它的减项发包，它结束之后去追加预算，是把这个楼层再变高，那是不太一样的。你再来说，你后面追加预算，应该是说你原来的这个工程已经减项之后的这个工程里面，如果有一些可能工程费用的调整，可能是因为是工人上涨或是这个原料上涨，你才去补这个价格，而不是让你再多盖几层。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柯文哲也没有解释清楚到底是谁通过的。过程那个环南市场减项发包主要的原因是原物料，大家可以去看台北市的所有的交通，它也是停顿下来，没有人要标，没工人，原物料涨出来。钢铁9000块涨到27000，没办法，所以